QQ 音乐，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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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听我想听的歌。大家好，我是华晨宇，我是张杰，我是杨坤，我是莫文蔚。聆听我的音乐故事，聆听我的音乐故事，就在乐见打来。本期预告 QQ 音乐独家企划，天籁四将强势来袭，大魔王华晨宇现场深情表白小哥，最喜欢的一定是费叔叔。独家爆料曾为 Karen 秘密写歌，这个歌我其实在我不认识 Karen 姐之前我就已经写好了。百变歌后莫文蔚青睐人气选手叶秉环，一看到他你就觉得哇，你会很喜欢这个人。自曝去 KTV 只会唱2首歌曲，去卡拉 OK 这么多年来我只唱2首歌。新晋唱将张杰自称是小虎队迷弟，曾将海报挂在床头。小虎队本来我也很喜欢，从以前这个海报已经在我床头上的那个。坦言改编歌曲一度让自己很头疼，是弄得我就是很头疼的一个。柔情硬汉杨坤大赞 Karen 唱歌最有味道，华语的女歌手里面唱的最有味道。改编爱徒金曲，远走高飞，完成自己心愿。5年以前你唱了我的歌，5年以后我再还你一首这个。现场更有花式高音呢。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更多精彩内容就在本期的乐见大牌。很刺激，挺矛盾的，你不知道下一秒会怎么样，感觉一边顶着压力，但是一边又在享受。我觉得真的可以让我每次发挥我的那个小宇宙，无法完成的在那么短时间之内，因为我可能要去学一种新的语言，不同的方式来呈现不同的歌曲，然后带到就是把观众带到另外一个那个意境里。李光啊，叶秉环，还有张欣。叶秉环就是他很可爱，然后他又唱歌的时候又很有张力，然后整个的情感啊，所有东西都很好。从容着任性的随意的放肆的轻易的将所有关。一看到他你就觉得哇，你会很喜欢这个人，然后他唱歌又很有自己的风格然后我最喜欢就是他真的很真，就是尤其来这种比赛啊，那当然大家有不一样的一些就是梦想啊或者追求啊，可是我觉得他就真的是就很爱音乐，很爱唱歌，享受舞台，那我觉得这个是最珍贵的。还有一个就是马路呢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一个选手，就是他的音乐也很有想法，感觉会融入到很多自己的想法在音乐里面，所以我很喜欢有想法的人。今年呢，我觉得参赛者都特别的强，真的很多很优秀的，而且他们都很有自己的风格啊，嗓子也有特色。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长处。花花他是一个创造力很丰富的人完了张杰就是巨能唱，在他这个年代，我觉得唱功是，我觉得首屈一指的，就是他这个年代里面，新生代里面，我觉得小哥就是一个传奇呀。对 ，Karen 她是一个，我是认为华语的女歌手里面唱的最有味道。她不见得是非常有唱功的一个，就因为高音可能是她的嗓音会有一些限制，但是我认为她是唱歌最有味道的女歌手。因为流行歌其实流行音乐味道是最重要的。那当然每一位都是我很喜欢的那当然本来就是我们之前杨坤花花还有小哥，就是我们去年已经对我们就是一个天籁组合对那今年我觉得他们都有就是不同的发挥又到另外一个层次。那当然今年又更好玩，就是加入了张杰，对，所以就我们的团队越来越强劲。像 Karen 跟他之前我们合作的一念之间还有去我的演唱会做嘉宾，然后跟这个小哥，我基本上就从小都听他的歌长大的，
然后而且某一次的一个也是一个音乐类的节目，也跟他一起唱歌。然后坤哥就不说了，每一个真人秀都会碰到坤哥，真的是每一个。我说坤哥，我们俩怎么是约好来的吗？坤哥也是非常，我觉得跟我的性格蛮像，也蛮直接的。花花呢，其实之前跟他见面比较少，都是颁奖典礼的后台啊。然后这次其实见面，我觉得他还是蛮努力的一个。有时候他也跟我聊聊他自己的一个的状况啊什么的，我也去跟他聊聊天，去帮他无论是心里的开心不开心啊，他都会跟我讲。还是蛮信任我。最喜欢的一定是费叔叔。对，因为你们俩的座位也是挨在一起。对，因为他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人，他能把所有的音乐都唱成他的感觉。对，甚至不需要去改编，这样就是编曲也不需要改编，就能直接唱成属于他自己独有的版本。浪奔浪流，萬里滔滔江水永不休。他太独特、太独有、太稀有了，真的，就是这么稀有的人，应该把他当宝一样，放在手心里捧的那种。刚刚也提到特别喜欢费叔叔，然后节目当中还有坤哥和杰哥，那有没有想过跟他们三位有一些未来的合作呢？有，我坤哥我知道一个，坤哥合作了一首歌，对他的新专辑，对他新专辑《挂彩》这首歌，对，这首歌是怎么样一个契机合作的呢？我听到这个歌的时候，就是他有一段中间有一段间奏，是一个吉他的一个 solo， 然后那个 solo 很长，然后我就觉得然后他问我怎么样，我说如果这个里面要是有一些东西会很好，然后他也是在想，因为坤哥觉得他说他这个地方好像缺了点什么，然后我说那这里会不会给我加个说唱进来，也许会很好听，然后我就当场我就有给他示范了一下，就是唱了一版，对，我就跟着这个东西唱，就跟着这个间奏唱了一版，唱一版之后，坤哥就觉得哎呀很好听，然后我们就决定合作。最近在做我的新专辑，那已经都录得差不多了，那所以就今年前阵子我已经邀请了花花来帮我就创作一首歌。这个歌我其实在我不认识凯文姐之前我就已经写好了，但我当时非常喜欢这首歌，但是我一直不去发这首歌，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歌，我当时写完它，我这个 demo， 我就名字存的都是莫文蔚啊，真的，因为我量身定做的感觉，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其实并没有专门去为他量身定做，我也并没有在写这首歌想象成他唱，而是我写完之后，我觉得这个歌我很喜欢，然后但是我又唱不了，我脑袋里面过了一遍我听过的所有的歌手的声音，过了一遍之后，我觉得好像莫文蔚的声音是最适合这首歌的。所以我就起了个名字莫文蔚。过了将近1年之后，我录《天籁之战》，然后有幸认识了凯文姐，所以其实也是通过天籁和凯文姐熟悉起来。可是我很温柔，外表冷漠，内心狂热。我对这首歌的印象不是太深，当时拿了这首歌的时候，所以我就光看他的歌名，然后我想我听到你那句话了。对，我就心里在想，我好像我也没有，虽然不帅，但也没有很丑啊。对，然后说这句话，然后我就在想，唱这个歌会不会很奇怪？会不会让人笑出来？那个，我很怕唱这个歌会让观众跳戏，很可怕。后来我就想办法，先做第一件事情，就是解决这个丑的问题。然后我也首先你一定要内心觉得自己非常的丑，就是很自卑的一个人，一定要从内心深刻的感知到自己是个自卑的人。然后我就把自己全身幻想成那个巴黎圣母院里面的敲钟人卡西莫多，钟楼怪人，对。然后再设计了个面具。一开始这个面具是自己选的呢，还是就是说后期就是工作人员帮你准备？是我一开始我是画了一个，我有看到你画的，对，画了一个，但是我觉得后来戴的不一样。对，因为那个太奇怪了。然后我就说，后来我跟工作人员提，我说我要一个歌剧魅影里面的那个面具。后来他们有准备了好几个颜色，
然后给我看图片，这个是不是我要的？我说对，就是这个，然后就选。今天现场能不能帮我们演绎一下这首歌，清唱几句啊？好啊。我很起低了。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外表冷漠，内心狂热，那就是我。我很丑，可是我有音乐和啤酒，一点往走。选择自己的挑战者的时候，总是问对方爱不爱吃啊？这究竟是什么一个花式逻辑？因为其实有时候人一多啊，我就不知道该怎么选了。就是有感觉就是好像都差不多，都是专业歌手，然后感觉好像每个人介绍自己的时候都好像很厉害的样子。那我就当我不知道怎么选的时候，我就只想选一个志同道合的，对，兴趣爱好是一样的。这样的话，我会跟他在对抗的时候，我会很开心。QQ 音乐，听我想听的歌。大家好，我是华晨宇，我是张杰，我是杨坤，我是莫文蔚。聆听我的音乐故事，就在乐见大牌。本期预告 ：QQ 音乐独家企划，天籁导师做客乐见大牌，4位导师佛性特质齐上线，不争不抢却有着千变的佛性日常。创作鬼才花花自爆，玩游戏屡被虐。我总是被打死。情歌天后 Karen 坦言想当维密表演嘉宾。维密的时候应该要找我来当表演嘉宾的。全能歌手张杰爆料方言 rap 在国外大受欢迎。哇 ，It's amazing！ 他说这个真的是一个让他们不可思议的一个说唱。温暖大叔杨坤现场深情讲述他的孤独颂。人这一辈子不是你在找孤独，就是孤独在找你。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乐见大牌。我演唱会让我那个舞台升了10米高，然后有吧10米吧，差不多吧，反正就很高。它是舞台的最外面一整圈，我是4面台吧，4面台外面一整圈升起来，中间是没升的。然后也就是我站的位置大概就是有一长线这样的一个正方形，1米宽，就是我只有1米宽可以走。然后那我在上面还是跑啊、蹦啊、跳啊，就是。然后，但是导演一直在告诉我说：“你千万不要跳。彩排的时候我就跳，他说你千万不要跳，会小心掉下去或怎样，很危险。然后，但是我唱太投入的时候，还是会跑来跑去这样，所以我就觉得，还是好玩，投入最重要。”还想要了解一下，花花有一首歌叫做《智商250》，对吧？这首歌还是《王者荣耀》的一个英雄的主打，鲁班7号，对吧？鲁班7号。所以花花平常玩这个风靡全国的游戏吗？我其实有点遗憾，我不太会玩游戏，对吧？我也觉得很难。我不会，对，因为我玩过1次，然后玩过2次，但是都是用我同事的账号玩，然后就体验一下。对，然后玩完之后真的好难，我总是被打死。之前花花也参加过很多的综艺节目嘛，那有没有什么印象特别深的？我知道有旅游节目，所以平常也很喜欢旅游嘛。旅游是非常喜欢的。那现在工作也很忙，还有时间或者空闲去旅游，去到处走走。工作的时候没有，但是我一放假就一定会出国，就是给自己安排一个时间去散散心，这样。对，一定要去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这样 relax。对，非常放松。手机密码是4位数字还是6位数字还是没有密码？手机密码6位，6个号，颜值ID。睡醒的时候会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睁眼睛。
抓牙吧。很长很长的气去让自己一天的嗓子都打开。会杯温水。最拿手的一道菜是什么？不会在泡面。提拉米苏。豆瓣鱼。没做过。才华和外表哪个更重要？才华。才华吧。才华。如果没有才华的话，外表很重要；如果没有外表，才华很重要。费叔叔讲过最污的段子是什么？哇，那个段子不能讲，太污了。我没办法重复讲一遍。如果有粉丝找你签名，但是他认错人了，你会怎么做？认错人了，我没遇到过。我还是会签我自己的名字。我就默默的把那个人